乌军导弹猛袭克里米亚与俄本土军工厂，乌军海马斯导弹炸毁扎波罗热大桥，俄军补给铁路线再遭重创，4天毁6架战机，俄苏3-4坠毁，制导炸弹首次被击落，黑海舰队司令已被斩首，乌军导弹连斩3名俄军高官，俄军摩托大军多线受挫，精锐部队伤亡惨重，俄被报向朝鲜转让导弹与无人机技术，前线竟靠独轮车运输补给，冻结俄资产变乌克兰战后金库，500亿援助全面启动，金牛座或瞄准克里米亚大桥，德国重磅援乌。乌总参数据显示，7月1日全天俄乌共爆发112次交火，集中在库尔斯克苏梅边境、波克罗夫斯克、莱曼、哈尔科夫北部等方向。俄军发射超过4000枚炮弹和火箭弹，并投掷73枚航空制导炸弹，但当天被乌军击毙1110人。同日凌晨，乌军自研的入 J-26鲍博尔无人机编队夜袭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一举摧毁包括铠甲 S-1 防空系统、3座关键雷达站，分别是涅波 SV-5 博朝拉3和普罗蒂夫尼克机翼，以及1架苏30战机。这是近期乌军对克里米亚战区的又一高价值打击行动。更具战略意义的是，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伊热夫斯克的库珀机电厂实施了精确打击。该厂是俄国防工业的重要支柱，负责生产托尔 M2E 防空系统。根据乌德穆尔特州州长亚历山大·布雷恰洛夫的说法，袭击引发严重火灾，现场视频显示工人仓皇逃离，显示冲击相当剧烈。这次打击被外界视为乌克兰对俄军防空能力的关键削弱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一段由俄罗斯民众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乌军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后，竟有当地居民发出掌声和欢呼，这一反应耐人寻味，或许反映了部分俄民众对战争的不满与情绪转变。随着乌军打击范围扩大至俄本土纵深，并在克里米亚重创俄方防空系统，战争已明显进入新阶段。乌克兰对扎波罗热战线的打击也再度升级。7月1日，乌军突袭俄军控制区，使用多枚海马斯火箭弹精准打击当地一座战略桥梁。现场视频显示，桥面多处被炸出巨大弹坑，部分区域直接贯穿，桥体结构严重受损，已被迫终止通行。紧接着，大桥周边的铁路线路也遭到猛烈袭击。据悉，这段铁轨曾在6月26日遭受乌军空袭，刚完成修复不到1周，却再次被炸毁。当天上午，俄军刚派出一列军用列车运输物资，不料列车遭导弹击中，陷入瘫痪，铁轨多段断裂，后勤补给线遭遇沈重打击。这一轮袭击不仅摧毁了俄军的交通节点，也使其在该区域的攻势出现明显减缓迹象。乌克兰国防部7月1日公布2025年上半年战果统计，俄军在6个月内累计战损人员达23万人，相当于19个整编师被全歼，其中阵亡人数接近8万，其余为重伤、失踪或无法重返战场。装备方面，俄军共损失1311辆坦克、2885辆装甲车、8222门火炮，以及超过 2.1 万辆运输车辆与油罐车。美方也发布类似数据。美国战争研究所估算俄军伤亡接近24万人，其中8万人死亡，成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口中2025年以来俄军阵亡8万人的依据。相比之下，乌军伤亡为8至9万人，约2万人阵亡，伤员中有半数可返回前线作战，而俄军的伤员回归率仅为 15%， 凸显两军后勤与医疗体系差距。尽管俄军在前线依旧推进，2025年上半年仅新增控土面积1815平方公里，按照当前推进速度，若要完全控制乌东4州，仍需3至5年时间，而这期间的战损代价恐更为惨重。在短短4天之内，俄军已连续损失6架战机，创下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的最新纪录。最新一起事故发生在7月1日，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夏诺夫哥罗德地区训练时坠毁。俄方声称事故原因是起落架故障，飞行员和教官虽紧急弹射逃生，但飞行员腿部受伤，教官则伤重不治。该机未携带武器。据悉，这架苏34造价高达8500万美元，是俄军近年来损失最为惨重的轰炸机型号之一。仅在6月27日，乌克兰便在马里诺夫卡机场摧毁了5架同型战机。苏34作为俄军现阶段出镜率最高的作战机型，频繁使用重型滑翔制导炸弹，对乌军阵地造成持续压力。由于其高空高速投弹特性，乌军目前难以有效拦截，除非靠爱国者等远程防空系统伏击或利用无人机突袭其地面停放状态。这波接连不断的空中损失，也让俄媒日前对乌军 F-16坠毁的炒作显得讽刺。俄军战机损毁频率远高于乌军。同日，乌克兰方面宣布了一项意义非凡的战果，首次成功击落一枚俄军高性能制导炸弹。这枚导弹飞行距离超过100公里，疑似为 Grom 一空地炸弹，是俄罗斯专门研发、配备火箭助推器的新型制导弹药，其最大射程可达120公里。相较以往通过改装的简易滑翔炸弹，这类武器攻击精度与突防能力更强。乌军此次成功拦截，标志住其空中反导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不仅如此，乌克兰在南部战线的空袭也愈发频繁且精准。乌军米格29战斗机在西方系统升级后性能提升，近日对俄军一个重要的无人机基地展开空袭，连续发射3枚 GBU-39精确制导滑翔炸弹，成功命中目标。此次打击首先摧毁了俄方的无人机生产车间，爆炸火光照亮夜空，随后基地外围的无人机操作中心和俄军阵地也被击中，现场升起浓烈烟雾。从卫星图像显示的前后变化看，该基地几乎被完全摧毁，目前战损正在统计确认中。这场打击不仅重创俄方后勤，也透露出乌军逐渐在南部战线争取制空优势的趋势。7月2日，多家俄罗斯军事频道爆出重磅消息，俄黑海舰队现任司令、海军中将伊尔达尔·阿赫梅托夫疑似在克里米亚阵亡。据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一项针对克里米亚的特殊行动中，将这位黑海舰队高官成功去军事化。若消息属实，阿赫梅托夫将成为俄黑海舰队在本轮战争中阵亡的第2位司令。早在2023年9月，乌军导弹袭击塞瓦斯托波尔总部，已造成前任司令维克托·索科洛夫死亡。尽管乌方暂未就此发表评论，但俄方军事记者纷纷哀叹其死讯，称阿赫梅托夫死于一次卑鄙的袭击，并呼吁对乌克兰决策中心实施报复性打击。值得注意的是，阿赫梅托夫刚于2024年12月9日晋升海军中将，并接任黑海舰队司令一职。如今，他的具体生死情况尚未获得俄官方证实。俄罗斯战地记者对其突然消失深表震惊，感慨这就是战争的代价。另外，俄媒 Life 爆料称，第8集团军代理司令、参谋长鲁斯兰·戈里亚奇金上校已在顿涅茨克阵亡。此前在6月30日，乌军曾动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对该军总部发动大规模打击，10余枚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造成大量高阶军官伤亡。尽管俄方尚未正式确认，但顿涅茨克当地负责人已承认遭导弹袭击，并试图淡化称被击中的是非军事设施。不过现场视频却显示，周围清晰可见大量俄军装备。与此同时，又有一名俄军军官在库尔斯克战线被击毙。据悉，阵亡者为俄第810海军陆战旅中尉亚罗斯拉夫·萨尔科夫，显示乌军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势也在持续升级。但乌军方面也蒙受重大牺牲。第110独立机械化旅旅长谢尔盖·扎哈雷维奇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遭俄导弹袭击不幸阵亡。据称，有内鬼向俄方提供其藏身农舍的精确坐标，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整栋建筑瞬间化为废墟。
尽管俄罗斯近日高调公布摩托化突击部队在后方训练场的机动演练画面，展示了士兵们驾驶摩托车高速穿越障碍，实施快速打击的场景，但战场现实却远比宣传片残酷得多。多条战线传来的战报显示，这支摩托大军正在付出惨烈代价，接连被乌克兰军队打残。曾被寄予厚望的第80北极摩托化步枪旅，承担着赫尔松地区第聂伯河口一线保护克里米亚北翼的重任，却从2023年起就遭遇乌军持续打击。仅2023年8月，该旅在一次遭 HIMARS 精确打击中就伤亡上百人。2024年4月，乌军又空袭吞金斯岛，造成该旅超过200人失联，战损率一度高达 80%， 最终阵地被乌军夺取，战斗力几近瓦解。在红山村至科特林村一线，乌军第25伞兵旅利用无人机对俄摩托突击队实施精准狙杀，迫使对方难以展开有效机动。俄军试图组织反扑，但损失惨重，阵地接连失守，科特林村也被乌军收复。2025年5月，库皮扬斯克方向再度成为摩托化部队的噩梦，乌军无人机集中打击俄摩托突击队，导致整个编队溃散。在乌东巴赫穆特方向，俄第72独立摩托化旅也在作战中遭重创，连一向高调的瓦格纳集团也罕见承认该旅伤亡严重。最新战例来自顿涅茨克维利卡诺沃希尔卡村，俄军尝试以坦克、步兵战车与摩托车组成混合突击编队，对乌军阵地发起强攻，结果在乌军反坦克武器和 FPV 无人机火力压制下全线崩溃，多辆坦克和车辆被摧毁，突击失败。尽管摩托化部队在理论上具备快速穿插和突袭能力，但在现代战场，尤其是无人机高度密集、信息化作战环境中，其生存率极低。越来越多战例表明，乌克兰军队已逐渐掌握了应对摩托突击的打法，通过高空无人侦察、低空 FPV 打击和远程火力覆盖，接连将俄摩托大军逐出关键阵地。面对如此高昂的损失和屡战屡败的现实，外界普遍质疑，俄军摩托化突击的战术还能顶多久？俄乌战争正出现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新动态。乌克兰情报总局负责人布达诺夫7月1日披露，俄罗斯已向朝鲜提供包括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多项军事技术。除了无人机，俄方还可能向朝鲜转让了铠甲 ESE 防空系统以及部分弹道导弹技术。这一爆料迅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若消息属实，势必会引发朝鲜半岛局势的新一轮震荡。目前俄朝两国尚未回应这一指控，但近年来朝鲜对莫斯科的军事支持已不再讳言。从提供炮弹到派遣军事人员，朝鲜正日益深度介入俄乌战场。乌克兰去年年底公布了数段朝鲜俘虏接受采访的视频，而朝方随后又向俄方增派约6000人。随着朝鲜军人以协助修建防御工事等名义现身战场，俄乌冲突已悄然进入第三国卷入阶段。而在战争愈发持久化、资源消耗巨大的现实下，俄军前线后勤补给问题愈发突出。近日有视频流出，显示俄军士兵竟使用独轮车、自行车运输物资，有士兵甚至面带笑容，推着满载补给的手推车前行。虽然视频真实性尚待确认，但此前俄军就已承认在某些地区启用了毛驴进行运输，甚至称其稳定、安静、实用。对比之下，乌克兰方面的技术优势愈发明显。第59机械化旅近日展示了一款新型送货机器人，一种用于运送弹药与物资的无人地面运输平台。该系统造价约为1万美元，虽远高于毛驴，但在现代化作战中显示出显著效率。乌军强调，此类系统已被广泛部署，特别适用于穿越地形复杂或火力密集区域，极大提升了后勤效率与人员安全。此外，乌克兰情报系统与无人技术的广泛整合，也让其在战场主动权上持续上升。俄军则在国际制裁与供应链断裂下陷入装备老化、技术外流的双重困境。在持续的军事压力之外，
乌克兰在国际援助方面也有新进展。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近日宣布，乌克兰已从加拿大获得17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重建。这笔资金来源于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是七国集团 ERA 倡议框架下的一部分。施米哈尔表示，自2025年初以来，包括这次拨款在内，乌克兰已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中累计获得约176亿美元。施米哈尔对加方及参与 ERA 计划的国家表示感谢，并重申乌克兰的立场，应彻底没收所有被冻结的俄方资产，用于补偿战争受害者并重建国家。他强调，这不仅是对当前战争的回应，更是防止未来侵略的重要举措。ERA 倡议是七国集团为支持乌克兰而启动的一项联合机制，核心目标是利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收益来偿还七国集团向乌克兰提供的贷款。该计划总规模达500亿美元，其中部分将直接用于军事支出与国家安全。目前，俄罗斯在欧盟被冻结的主权资产估值约为2110亿欧元。欧盟、七国集团及澳大利亚总共冻结了约2600亿欧元的俄方证券与现金。2024年10月，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一项计划，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最高350亿欧元贷款，为七国集团500亿美元援助的一部分。几天后，七国集团达成一致，美国承诺提供其中的200亿美元。这笔援助将通过多个渠道逐步拨付，用于支持乌克兰国家预算，提供军事援助以及恢复基础设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将在2027年底前全部收到这500亿美元贷款。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出现立场分化，英国和德国依然将欧洲大陆视为自身战略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决维护乌克兰的独立与安全。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在德国 ARD 电视台晚间节目 Maischberger 中罕见表态，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可能性。他强调，这始终是一个选项。不过莫茨也指出，金牛座系统技术复杂，乌克兰军队需要至少6个月的培训才能掌握，迄今为止尚未正式启动训练程序。这番表态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关注。金牛座导弹因其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被视为可能改变战局的关键武器之一。外界普遍认为，如果部署得当，这款导弹或许仅需一发就能摧毁俄罗斯至今仍牢牢控制的克里米亚大桥。这座象征住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实际控制的关键设施，至今仍未遭致决定性打击。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全球军事圈最引颈期盼的2大战略动作，其一便是金牛座真正出现在乌克兰战场，另一则是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的实战出击。前者可能撼动俄罗斯在南部战线的后勤命脉，后者则象征住美军战略威慑的极限。一旦出动，必将对整个战争格局产生压倒性影响。不过，莫茨也重申立场，尽管德国支持乌克兰，但不会加入战争。这一立场表明，德国在加强援乌力度的同时，依然谨慎拿捏着与俄方的关系边界，试图在援助与避免升级之间寻找平衡点。另外，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近日低调访问乌克兰前线城市敖德萨，并承诺进一步援助基辅，尤其是导弹防御与无人机拦截系统。不久后，柏林宣布将资助乌克兰自主生产500架安196柳特无人机，射程超过1200公里，载弹量达50公斤。这些无人机将于未来数月内投入前线使用，并计划未来实现独立量产，进一步提升乌军远程打击能力。乌克兰正以陆空联动、情报战与国际合作3线并进的方式，持续对俄罗斯施加多重压力。战争格局正悄然发生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透露，俄罗斯正大幅增加无人机打击数量。为此，乌克兰正在加快反制步伐，扩大本土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并计划对俄方实施新一轮制裁。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正与军方和国防部密切协调，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投资无人机项目。
他强调，当前的重中之重是提升拦截与远程打击能力。我们必须为前线提供真正有效的防御与打击工具。泽连斯基还表示，普京利用外交渠道争取了6个月的缓冲期，现在是国际社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关键时刻。乌克兰将继续与各方协调推进卫采措施。另外，德国近日采取新措施，严厉打击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活跃的俄罗斯影子船队。自周二起，德国当局开始对过境邮轮进行检查，重点审查其是否持有有效的石油污染保险。由于许多俄罗斯影子船拒绝向信誉良好的保险公司投保，这一措施被视为堵住关键漏洞。德国财政部长约翰·瓦德普尔表示，我们正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船的压力，以保护波罗的海这一重要海域。作为生态敏感区和战略要地，波罗的海长期受到欧盟和沿岸国家的严格监管。根据相关法律，任何未持有合规保险的邮轮将被禁止通行，并可能面临多国联合制裁。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